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我开着劳斯莱斯去参加高中同学聚会，同学问多少钱买的，我说这是公司的，结果他们私下到处跟别人说我是给公司开车的，混得不咋样。不过车确实是公司的，公司是我的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五一假期临近，沉寂已久的高中班级群又活络起来。短短几分钟，几百条信息一闪而过，有人期待再次见面，有人感慨高中美好的回忆。班长又一次给我私发了消息，让我务必到场。之前我都选择视而不见，但这次我选择了应约，因为我想看到他们失败后一无所有的样子。刚刚我去停车场停车，你们猜怎么着？有一辆劳斯莱斯。高中班里最不让老师省心的社交恐怖分子张帅冲进来，大声说着：“因为今天这家店只有我们这些顾客。”大家不约而同地停止了互相寒暄，开始猜测起来：“哟，是哪位大佬啊？藏得这么深？”顾泽，不会是你吧？是啊，是啊，你可是我们班的大学霸，这些年赚了不少钱吧？都是身外之物，都不重要。被大家簇拥在 C 位的顾泽微微一笑，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就让大家觉得一定是他的，是我的。坐在角落里的我一开口，让刚刚热闹的氛围停滞了几秒，纷纷转过身看着我，审视、惊讶、鄙夷、怀疑，好不精彩。一如当初我被他们欺辱的时候，高中全班45个人几乎全来了，正好让他们做个见证。看着这些让我高中深陷噩梦无法逃脱的面孔，在他们惊讶又疑惑的目光中缓缓起身走向前。大家真是贵人多忘事啊！我是沈不语，好久不见。最先反应过来的班长周阳亲昵地拉住我的胳膊，走进他们的圈子。不语啊，真是稀客啊！之前每次联系你都联系不到，这次终于把你盼来了。你这车多少钱买的？说出来让我死心。不太清楚，公司的。原来是公司的啊！看你这么低调，我们还以为你是这的服务员呢。曾经的班花陈苗苗一脸不屑地看着我，娇滴滴的一句话引起一阵笑声。高中毕业后你就跟我们断了联系，现在看你过得很好，我就放心了。一旁被戳穿了谎言的顾泽温柔地看着我，像高中那时一样。可实际上，那温柔的面具下是拉你入地狱的恶魔。哎呦，顾大学霸，这还不是多亏了你？要不是你，我们不语数学能考这么好吗？陈苗苗亲昵地挽着我的手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俩是多年不见的好友。我用左手狠狠掐着自己的大腿，控制自己忍不住颤抖的身子。其他人也面带笑容地附和着，像是集体失忆了一般，忘记了高中时是如何对我的。饭桌上，他们像是接到了什么任务，开始不经意地炫耀自己现在过得有多好。比如班长周阳正好接到了一个电话，要签一个几百万的单子。陈苗苗不经意间露出的几克拉的大钻戒，江妹手上的名牌手表，陈柱那把她宠上天去的富豪老公，以及戴着黑框眼镜、带着书香气质的高校数学老师张瑞佳。除了炫耀，他们好像还有一个任务，就是主动加我的联系方式。毕竟谁也没想到，当初那个一无所事的朵拉头女生，现在开着劳斯莱斯。饭吃到一半，他们已经全部主动加了我的微信。毕竟来这里的，除了炫耀自己过得有多好，就是带着目的来社交的。看他们都有着精彩幸福的人生，我满意的笑了，因为他们很快就要变成阴沟里的老鼠了。我借着接电话的由头出去呼吸新鲜空气，
回包厢的路上，顺带去了卫生间。正要出去的时候，听到了陈苗苗和江妹的声音：“苗苗姐，真是没想到那个默不作声的蠢货，现在混得这么好。那之前的事，闭嘴！之前怎么了？我们那时候还小，初中不是想跟他做朋友吗？再说了，他现在不也没事吗？你看他那一身穷酸样，像是开得起劳斯莱斯的吗？说不定是他打肿脸充胖子，只是个给老板开车的司机呢。就是，还是苗苗姐你厉害。”我站在厕所的隔间，听着他们的离开时的笑声，他们马上就笑不出来了。等回到包间，陈苗苗首先挑起了话头：“不语，这都过去10年了，大家还以为你过得不好，不愿意来呢。”陈苗苗又一次把话题引向了高中，她想刺激我。她家境殷实，是名副其实的白富美，更是我们班公认的班花。平时打扫卫生、擦黑板的活都不用她干，课桌里经常被零食礼物塞满，因为班里舔她的人足够多。可就是这样一个温柔端庄的女神，会主动跟我交朋友，只因为她的爱慕对象顾泽说要帮我补习数学。班级里她是会给我分享零食，替我解围的温柔女神。可等放了学，她就是会带着人把我关进小黑屋的恶魔。漆黑的杂物间，她用胶带缠住我的嘴，用被厕所里的尿泡过的卫生纸糊住我的眼睛。我反抗，却被打得更惨。我告诉老师，她却主动向我道歉，狡辩说那只是好朋友间的小打小闹。我告诉爸爸，可爸爸看到她模样的时候，选择了原谅，反倒是批评我，说我不友爱同学。最后我才知道，陈苗苗的妈妈是我爸爱而不得的初恋，而我的妈妈直到去世也没能听到爸爸喊她一句老婆。没了顾忌的陈苗苗更加肆无忌惮。最严重的一次是她用高跟鞋反复击打我的头，逼我用玻璃割腕。最后罪魁祸首却发朋友圈，把自己包装成了救了我一命的好人。爸爸只给我交了治疗费，便再也不再管我。我一遍遍告诉自己，再忍耐半年，半年后我就可以参加高考，把握自己的人生了。那件事之后，我申请自己一个座位，陈苗苗也消停了。我本以为是她害怕了，事后才知道顾泽早就跟他在一起了。他选择跟我一个座位，主动教我数学，对我好，也只是他们两个吵架，他想让陈苗苗吃醋罢了。多年过去，朋友跟我透露，他们两人高中毕业后就分手了。如今陈苗苗为了家族利益，嫁给了一个又老又丑的富二代。婚后的陈苗苗照样不老实，跟顾泽继续不清不楚。我过得还能凑合，不过你最近应该不太好吧？听说你爸爸公司最近资金短缺，还出现了负面新闻，就要被天耀集团收购了。你胡说什么？我家公司什么时候要被收购了？你少在这血口喷人！听到此话的陈苗苗噌的一下站起来，指着我的鼻子大声说着，全然不顾自己多年营造的女神形象。现在我看了看时间，中午12点整。公司被收购的新闻以及相关的负面丑闻一经爆出，迅速上了热搜。不语，你到底是干什么的？怎么知道这么多？一旁看热闹不怕事大的张帅凑过来问我。因为我就是天耀集团的老板啊。我的声音不大，却足以让整个包厢安静了下来。所有人像是见了鬼似的看着我。刚进入社会上的我四处碰壁，但相比高中时的遭遇，却轻松得多。身无分文又没有高学历的我，只要不犯法，什么工作都做。相同的年龄，别人在四处旅游穿漂亮衣服的时候，我在餐厅后厨兼职刷盘子削土豆。
当时没想着报复，只想解决温饱。直到在一次找兼职的时候，碰到了一个老板娘，她说我身材高挑，又瘦又有气质，是做模特的好料子。她不知道，那是我长期吃不饱饭饿的。在老板娘的帮助下，我当起了模特，赚了不少钱。但是最后，我选择了从零开始做幕后，因为当模特最大的痛苦是不能吃太多，我受不了。后面有钱了，我成立了公司，自己当起了老板。也就是从那时候起，我把赚来的钱报复性的用来补偿自己，护肤品用贵的，衣服买贵的，吃喝玩乐一点不吝啬自己。直到年纪轻轻全款买了一套房子车子，外加开了一个店之后，我开始不修边幅，随便打扮，搞起广东大叔的拖鞋风格。用我助理的话说，就是混进人群，就是一个人月收2000的打工妹，整个人要多低调有多低调。沈不语，你什么意思？这些年自己发达了，不想着帮老同学，却收购苗苗家的公司，还污蔑苗苗校园霸凌，你安的什么心？陈苗苗的小跟班江妹率先站起来指责我，也就是我们苗苗人美心善，当初看你性格孤僻，就主动跟你交朋友，连我们的顾大学霸也主动教你数学，不感谢也就算了，还倒打一耙。一旁默不出声的张瑞佳笑了一声，语气中难掩嫌弃。只有张帅不顾形象的大口吃着鸡肉，真是恶心死我了。我放下手中的红酒，缓缓站起身。江妹，你是失忆了，还是脑子被狗吃了？当初我在学校杂物间割腕，可少不了你的功劳啊！还有，你给我听清楚了，不是我要收购他们公司，是他爸跪着求我帮他的。再说了，你不是跟陈叔叔关系不一般吗？这种事你应该知道才对啊。江妹人如其名，就是一个狐狸精，只是恐怕陈苗苗怎么也想不到，一向对自己低声下气的小跟班竟然想做她后妈。反应过来的陈苗苗也不伤心了，死死地盯着江妹，像是要把她吃了。还有你啊，张瑞佳，不过我要感谢你，如果我不是因为你，我也不会有现在的成就。你什么意思？高2暑假我们一起上的数学补习班，你却因为在补习班经常请假，错过了重要内容。开学我考了高分，你不满，老师夸我，跟陈苗苗说我数学考得好是因为暑假一直跟顾泽混在一起，污蔑我考试作弊，害我被霸凌。你却当起了清清白白的旁观者。当时面对他们这些小团体的污蔑，我百口莫辩。你胡说！张瑞佳盯着我，咬牙切齿。你看看你，上个月你老公出轨，女大学生也是这个表情吧？挨大家都消气，都是老同学。不语啊，你说这霸凌啥的，可不能随意污蔑啊。当初苗苗女神怎么对你的，大家都看在眼里，没有证据可不能瞎说。吃饱了的张帅擦了擦嘴，当起了和事佬。切，当时杂物间可没有监控，他有什么证据？话说了一半的江妹意识到自己一不小心说漏了嘴，担忧地看着陈苗苗，陈苗苗则一脸气愤地看着张帅。张帅表示无辜，在座的都是聪明人，一时间开始窃窃私语。原来真是这样的人，没想到啊，霸凌会坐牢吗？那么小就这么狠，幸好我没得罪他，不是不报，是时候未到啊。正当大家讨论的热闹的时候，顾泽啪的一声拍向桌子，连带着我面前的酒杯也晃了晃，险些洒了出来。不语，够了，大家都是同学，没必要为了之前的小事咄咄逼人。陈苗苗一脸感激，又害羞地看着他，想表演英雄救美，真是可笑。刚刚只想着收拾这些贱人，忘了你这个狗东西了。
我从包里拿出当时的验伤单、治疗记录，还有看心理医生的记录单，厚厚一沓拍在他面前。被人霸凌是小事，被人污蔑清白是小事，被人玩弄当枪使是小事，被逼割腕自杀也是小事。我顾泽脸色涨得通红，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。一旁在看热闹、窃窃私语的同学也都噤了声，捂着嘴巴面面相觑。顾泽，这其中的每一件事对我来说都是我无法忘记的噩梦。喂，沈不语，拜托你搞清楚好不好？今天是同学聚会，不是批斗大会，就不能好好吃个饭吗？我转头看向说话的那个人，班里的团支书周杰。高中时，他可没少言语攻击我，说我每天顶着一个朵拉头，污了他的眼睛，整天面无表情，脸色蜡黄，像是个面瘫怪，缠了我好几年的自卑心理全部都拜他所赐。现在再看他的模样，梳着大油头，脸上肥肉横生，宽大的西装都盖不住他那呼之欲出的啤酒肚。几年不见，还是一如既往的令人生厌。好啊，不想在这听陈年旧事的同学可以离开，去前台报我的名字，可以免费领取一瓶上好的红酒，就当做我给大家的赔礼了。我可以结束后去领吗？一旁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张帅举起手问道。我白了他一眼，当然可以。此话一出，大家更不愿意走了。毕竟谁不想听当年的风云人物的八卦呢？提你名字，你算哪根葱啊？也不怕闪了舌头。这家饭店是南城顶尖的，一瓶酒不上千也要上万。你一个小公司的老板，说送就送，你也配？丢了面子的周杰继续不依不饶。我看向其他人，也是一脸看好戏的样子看着我。我看到在一旁站了许久的服务员，便直接招呼他走过来。你来告诉他，我配不配？老板，您当然配了。我仔细观察周杰的表情，脸色比刚刚上来的猪肝还要青。我满意的笑了笑，回到了自己的座位。饭吃到一半，气氛逐渐缓和，有人开始谈起了自己的工作。说实话，不语，你真是厉害。年纪轻轻就当上了老板，还经营饭店，真是太牛了。陈柱转着手上的金镯子，看似人畜无害，说的话却引人遐想。是啊，不像有些人靠着身材不知廉耻的一步步爬上去。你这些年被那些原配太太逼得没少搬家吧？不过听你说你结婚了，还真是替你高兴。不知道的还以为你给自己找了个爹呢。陈柱的富豪老公我认识，说什么大富豪，其实只是一个有点小钱的包工头，年近50，要身材有钱，要长相也有钱。不过跟陈柱挺配的，因为两个人都玩得花。眼看被我对了一通，陈柱也不再说话，低头吃起了菜。这话说的，你是想说人家不语是靠男人上位的吗？要是有名有分的也就罢了，就怕是见不得光的金丝雀啊！一旁的陈苗苗仍不死心，总想出来蹦跶。正巧他爸再一次给我打来了电话，我接通直接开了外放。喂，沈总，真是不好意思打扰您了。现在陈氏已经归到天耀集团了，还望沈总手下留情啊。陈苗苗听到他爸低三下四、小心翼翼的话，满脸不可置信地僵在那。我是想同意的，陈老板，但是刚刚在同学聚会，你女儿说你们家公司好得很，完全不需要我们的帮助。我是看你年纪大不容易，才选择伸出援手的。可你也不能这样耍我是不是？我一脸无辜地说出这些话，却引来了对方的怒骂。当然是骂的陈苗苗这个蠢货，整天就知道吃喝玩乐，难怪她丈夫要跟她离婚。她已经没什么价值了，
如果沈总有什么事，尽管吩咐他，千万不要客气。电话挂断的那一刻，陈苗苗像泄了气的气球，一句话不说，被丈夫抛弃，家族放弃，什么女神、白富美，这些都是她肮脏外表下的伪装。如今失去了伪装，她才是那见不得光的老鼠。苗苗别怕，他们是眼中只有利益的庸俗之人，对你而言只是束缚。没了他们，你终于可以做自己了。顾泽又玩起了高中中央空调那套，只不过说到前半句时，眼里看着的是我。他觉得我是个眼中只有金钱的俗人，背地里是自私自利的小人，表面上又装作是个光风霁月的君子，又当又立，真是恶心。此话一出，不光陈苗苗感激地看着顾泽，其他人也都在夸顾泽人又帅又善良，不愧是高材生。陈苗苗，我要是你啊，趁着爸爸和老公还没完全放弃你，赶紧服个软回家，拿钱检查检查身体吧。你什么意思？有了前面的事，他对我说话带着小心翼翼。你们不知道最近医学圈里流传的一个八卦吗？不语，连医学圈你都有人脉，真厉害。张帅适时地开始了拍马屁。是啊，不语，快给我们讲讲。一听到八卦，众人立马忽略了装个不停的顾泽，大家纷纷放下了手中的筷子，开始听我讲八卦。我那个朋友是肛肠科医生，最近他们科室半夜接了一个病人，40多岁，是个说话很温柔又有礼貌的珠宝商富婆姐姐，但是一番检查发现她得了梅毒，并且富婆因为这个病检查的比较晚，会时不时的产生幻觉，变得疑神疑鬼。这跟陈苗苗有什么关系？众人听完之后发出了疑问，就连陈苗苗也一脸要我说明白的样子。那位姐姐的病是被人传染的，至于是谁，这得问我们的大学霸顾泽了。早已经脸色不对劲的顾泽立马站起来狡辩：你胡说，我没有，我也没说是你啊，这么快就承认了，真没意思。这下才意识到的众人长大了嘴巴，他们眼中阳光开朗温柔大方的大学霸竟然有这样不堪的一面。还没等顾泽发作，陈苗苗再也等不了，立即拿起座椅上包要离开。临走之前，顾泽拉住他要解释，却被陈苗苗扇了2个巴掌。本以为热闹就此结束，一旁的江妹也坐不住了，脸色尴尬又着急的要出去。那个，我有事先离开了。大学霸，你藏得够深的啊！坐拥2大美女，艳福不浅啊！用被富婆包养的钱去泡妞，做人你真有一套。哎，你别过来，我怕得病。在众人的戏谑下，顾泽再也忍不住离开了包厢。同学眼中的大学霸，老师眼中的3好学生，如今只剩一片嘲笑。他们3人走后，本以为自此安静下来，却没想到一个个开始凸显他们的优越感。没想到当初受人追捧的大学霸、魅力女神，确实如今这个样子，还是安安分分的好啊。她当初也是陈苗苗舔狗团的一员，如今看到自己追不到的班花成了黄脸婆，比不上的学霸沦为别人泄欲的玩具，别提有多开心了。以前班里最有责任感的班长，3杯酒下肚便开始大谈特谈起来。要我说，女人就应该在家相夫教子，整天抛头露面像什么样子？最后还不是落得被人玩弄抛弃的下场。看来班长这几年经历的挺多啊，也就那样吧。除了甩了3、4个，还有2个死活要跟我生孩子，最后缠不过我就玩起了失踪，最后他还要自杀给我看，你说可不可笑？殊不知女人只有自爱，男人才会爱你。班长大学读的传媒专业，
毕业后更是靠着出色的能力被圈内人尊称为一声老师，圈里形形色色的人都捧着他，甚至流传着一句他的名言：越是成功的男人，越是会洁身自好。殊不知他刚刚的一番话都被有心人录了进去。这年头，除了自己的亲人，谁都不会盼着你过得顺风顺水，怕是他好不容易得来的事业都会被他这一番话毁掉。饭已经吃到了下半场，当初欺负我的人我都一一教训过了，眼看已经达到了目的，我也懒得再待下去听他们吹牛。正要起身离开的时候，被接完电话赶来的张瑞佳叫住了：差点把你给忘了。决定来参加聚会之前，我几乎把所有欺负、霸凌过我的人的资料搜集了一遍，唯独张瑞佳，由于没有教育行业的朋友，能查到的也只是他所在学校官网上的百科。不语，真的很对不起，我知道这都是我的错，你也不可能原谅我。我只想做些什么弥补当初对你的伤害。不愧是老师啊，说话一套一套的。你想干什么？我托我老公联系了一位心理咨询师，他是这个行业顶尖的医生，希望他能帮助到你。不用了，我还有事就先离开了，不想再与他纠缠。我拎起包就想走。不语，他马上就来了。我一脸不解地看着他，在这么吃饭的地方，你冒不冒昧啊？我忍不住开始对他，是他不打一声招呼，自作主张，现在却摆出受害者的样子看着我。算了，不语，不就是一个心理医生吗？时间还早，你要不再等等？是啊，再等等。耐不住其他同学的好心劝告，我只要坐回座位继续等。大约过了半小时，外面开始下起了雨，天也渐渐黑了起来。高中被困在杂物间的一幕幕开始浮现在我面前。我怕黑，更怕下雨。之前因为晚上下雨开车回去心神不宁，甚至出了车祸。虽然这些年一直在看心理医生，症状一直在减轻，但一到下雨的夜晚，我的头还是忍不住疼。我控制住自己忍不住颤抖的身子，寻找着张帅的身影，就知道这家伙不靠谱。到底还有多久？我忍不住开口问他：快了，快了，不语，你再等等。话音刚落，服务员就带着人走进了包厢。他穿着西装，拎着手中的包。我只看了他一眼，便转头看向身边一直看着我的张瑞佳。所以你想怎样？让他在包厢给我进行心理治疗吗？谁知此刻张瑞佳却一反常态，直接站在我对面，开始质问我：沈不语，你是装的？不只是我，其他同学也都一脸疑惑。张瑞佳，不语装什么了？似乎就在等众人的这句话。张瑞佳自以为是地分析起来。在我说给他找了心理医生的那一刻，他就一直推脱想走。期间看他的样子更是焦灼不安，一直在问我医生什么时候到。如今医生来了，他却丝毫没有惊讶的表情。你们说这不是装的是什么？请问我为什么要惊讶呢？我深呼吸，耐住性子去问他。我老公是高校校长，经常请秦清远医生去学校演讲，对学生进行心理辅导。他是国内顶尖的心理学家，连我老公都要对他尊敬3分。你一个常年需要心理医生的病人，甚至还是上市公司的老板，不会连秦医生这种顶尖心理医师都不认识吧？看你刚才一脸疑惑、毫无惊讶的表情，我就是知道你是装的。他慷慨激昂地说出这段话，带着得逞的笑容看着我。哦，他是我老公，我们结婚3年了，每天睡一张床上。今天早晨刚见过面，现在见了还需要很惊讶吗？说完这句话，包厢里明白缘由的同学们发出一阵爆笑。
原来你老公给我打4、5个电话，求我过来，就是想让我接我老婆啊。秦清远一把把我拉过去，顺势搂住我的腰，毫不客气地朝着张瑞佳说道：张女士，麻烦请你告诉你老公，从今以后我们心理咨询所停止跟贵校的合作，眼看想污蔑我不成，又害自己老公丢了重要的合作伙伴。张瑞佳顿时急了：秦医生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是我格局小了，但能不能请你不必说了，我不想跟有损师德的人合作。你什么意思？张女士不看热搜吗？还是你没接到学校单位给你打的电话？张瑞佳像是想到了什么，慌张地从包里翻出手机，10几个未接来电，微信消息一个个跳个不停。好家伙，他带的10几个学生联合举报他。众人点开热搜，一个个相关词条都爆了。他平时克扣学生补贴，压榨、言语侮辱学生，甚至借职务之便收礼。学生们忍无可忍，才堵上了他们的前途，状告老师。他的职业生涯算是被自己毁了。天渐渐黑下来，同学会也终于要结束了。与其他同学告别之后，秦清远拉着我的手走出了包厢。张帅那小子呢？不是说让他保护你呢吗？我哪知道，从一开始他可就只顾着吃，吃完不知道跑哪快活去了。我坐上副驾驶，开始跟秦清远吐槽：嫂子，不带你这么污蔑人的，我明明在跟着你的节奏，一步步引导他们露馅。刚刚是我尿急，上了趟厕所，这都被你逮着了。从后座突然冒出来的张帅大声狡辩，被秦清远一巴掌打在了头上，摁了回去。你吓着他了？是，她是娇滴滴的小公主。张帅朝着他撇了撇嘴，这个月工资扣1半。秦清远面不改色说了一句：姐姐，你看他。姐姐就我。听到要被扣工资的张帅拉着我的手开始撒娇：张帅，你够了啊！上学那会怎么不知道你有这一面呢？我打趣他道：我跟张帅是高中同学，当时他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混子，老师管不了他，同学更是对他嗤之以鼻。我平时也与他没有过多交际，直到我被逼割腕后，陈苗苗虽然不敢继续霸凌，却经常搞小动作折磨我。那天放学后，一天没吃饭的我饿晕在了回家的小胡同里，是张帅把我背到医院的。我至今仍记得他说的那句话：对爱你的人来说，死亡才有重量，好好活下去才是对他们最大的惩罚。我记下了，一直记到现在。高中之后，我读了一个普通的本科，也像许多大学生一样，开始不停地找工作。因为高中被霸凌，产生了心理阴影。我害怕黑暗，更害怕晚上自己一个人。当时带我做模特的老板娘说：去看看心理医生吧。我说我没钱，于是她带我去酒吧找男人，说这样就会有人陪着我了。好巧不巧，真让我找到了。我碰到了秦清远，只不过第一次见面不太愉快。我说他耍流氓，他说我偷了他的钱包。误会解开后，我给他道了歉，他请我吃了饭。餐厅是我选的，一家很贵，我一直舍不得去吃的店。几个月后，我赚了钱，在朋友的推荐下去看了心理医生。这种顶尖的心理医生，我自然是看不起的。当时他是冒充了张帅的身份，后来才知道，秦清远在酒吧遇见我时就对我一见钟情，但奈何我当时急着寻找所谓的男人，连正眼都没给他。他为了搭讪，用他那所谓的智慧，说是我偷了他的钱包。好不容易一起吃了个饭，光顾着聊天，等我走了才意识到没有要我的联系方式。他四处打听了几个月，直到听张帅无意间提到了我的名字。张帅是他的表弟，
他帮我走出黑暗，也一步步攻略了我的心。后面我们顺利结婚，一切都朝着美好的方向走去。直到有人问我们为什么不要孩子，那一刻我慌了。不是我不喜欢孩子，是我怕教育不好他，怕他遭受跟我一样的痛苦。我晚上开始做噩梦，一遍遍的惊醒。秦清远抱住我说，那就把你所遭受的痛苦全都让他们遭遇一遍吧。他带着我一步步查资料，收集信息，那些痛苦的回忆一遍遍展现在我脑海中，直到我逐渐麻木。原来我发现那些施暴者仿佛不受这些事情的打扰，依旧过着光鲜亮丽的人生，他们依旧没有受到惩罚。光鲜亮丽的人生，他们不配。1周之后，本以为同学会的事情告一段落，直到我接到了张帅打来的电话，嫂子，看新闻，是关于陈苗苗的，他查出来感染了梅毒，不止他，还有他父亲，他的小跟班江妹。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是顾泽。陈苗苗气不过，派人把江妹打成了重伤，而顾泽被警察抓了，罪名是嫖娼。他染的病比较严重，是晚期。此事一出，同学群又炸了，大家有吐槽的，有唏嘘感慨的，还有骂他活该的，更有看热闹不嫌事大的。在100余条消息中，夹杂着其他几位的新闻。班长终究是被人举报了，没了事业，连老婆孩子都不要他了。陈柱被老男人抛弃了，因为男方嫌弃他生不出男孩。张瑞佳则是被校方处置，丢了工作。她老公为了自身利益跟她离了婚，划清界限。我不是什么心软的圣母，看到他们都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，我就放心了。我默默删掉了其他同学的联系方式，顺带退了群。毕业已经多年，这些无关紧要的人之后就不会再联系了。晚上秦清远下班回来，主动跟我坦白了一件事，老婆，其实你参加同学会结束后的第2天，顾泽来找你了。来找我干嘛？他跟踪我。我的表情从疑惑变成震惊。秦清远应该没想到我是这个反应，轻轻松了一口气。他说，想当你的面给你说声对不起，不过让我给拒绝了。我说我老婆见不得脏东西，我没忍住，大声笑了出来。秦清远从小被教育得很好，家教很严，终于骂一次人，却只说了脏东西。我站在沙发上，捧住他的脸，乖，下次记得骂狠点。之后的日子，我开始了备孕，只不过备孕期间的我也没消停，而是帮着未出生孩子的便宜叔叔搜集证据，解决家里纠纷。也不是我没事找事，只不过那个狐狸精是陈柱。别看张帅平时嬉皮笑脸，不着四六的，他其实很敏感。高中时我就发现了，秦清远告诉我，是因为他爸爸跟妈妈关系不好，两人虽然活了大半辈子，却没有感情，而张帅就成了那个爹不疼娘不爱的可怜孩子。他只能通过不断的惹事来刷存在感。他爸爸开了一家公司，业务不多，但绯闻不断。他妈妈对此早已习惯，可这次的绯闻对象却是陈柱。陈柱是张帅妈妈的侄女，对于这个名声恶臭的侄女，他妈妈勃然大怒，动手扇了陈柱2巴掌，随即提出了离婚。夫妻离婚，财产要平分。被大家簇拥在 C 位的顾泽微微一笑，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就让大家觉得一定是他的。我不甘被欺负的张帅妈妈直接冲进公司，将1瓶硫酸倒在了陈柱的脸上，陈柱彻底毁容。张帅妈妈被逮捕，张帅他爸的公司也倒闭了，整个人穷困潦倒，整天哭丧着脸，再没了往日的风光。最终张帅妈妈被判了5年，张帅也收起了纨绔子弟的性子，
着手自己的事业。备孕后的第4个月，我成功怀孕了。秦清远抱着我亲了又亲，一旁啃苹果的张帅则兴奋地在沙发上翻了个跟头。后来我顺利生下来一对龙凤胎，从此家里比以往更热闹了。秦清远一下班就变着花样给我做好吃的，张帅则隔3差5给我送各种小孩子的日常用品。秦清远说张帅比他这个爸爸还要活跃，便规定他只能1个月来2次。爷爷奶奶更是每天都要来给我送熬的鸡汤、炖的燕窝。我担心他们来来回回太折腾，便想让他们住下，他们却觉得会打扰我们夫妻生活，仍然坚持每日来每日走。老公，孩子刚出生就有这么多人喜欢他们、疼爱他们，我很开心。你错了，我更喜欢疼爱你。我看着躺在床上吃奶的2个宝宝，很庆幸自己当初选择努力的活着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